去年9月，美英澳三国共同高调宣布组成名为奥库斯的新安全联盟，核心就是美国、英国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技术，帮助澳获得攻击型核潜艇。此举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质疑和批评。不过，在根本腾不出精力给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情况下，美国又开始忽悠澳大利亚购买战略轰炸机等其他武器，以替代澳大利亚急需的核潜艇。另外，澳大利亚又与日本签订新的共同安全宣言。成立1年的奥库斯联盟究竟给澳大利亚带来什么？澳大利亚加强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又对外发出什么信号？来看看报道。美国牵头的美英澳核潜艇计划旨在中期，即2030至2039年为澳大利亚提供首批核潜艇，同时通过长期努力使澳大利亚有能力在本国建造核动力潜艇。不过，该计划面临诸多挑战，美国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提高核潜艇生产能力。奥库斯成立最一开始，美英宣布将在2027年左右向澳洲提供首艘核潜艇，但随后推迟至2030年，之后再度宣布延期至2040年。但美国产能不足，难以克服，澳大利亚将难以按计划在2040年之前获得攻击核潜艇。澳媒的报道就称，如今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也已经醒悟过来，奥库斯提到的核潜艇其实是非常遥远的事，眼看无法按时提供核潜艇，美国于近日赶紧给澳洲支了一个新招，在获得攻击核潜艇之前，可以提供轰炸机、远程打击导弹和大型水下潜航器这3种武器。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马克·冈辛格提出，美国正在研制的 B-21新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可以作为远程打击系统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执行多种任务的超大型水下潜航器。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项目是美国空军自1988年推出 B-2隐形轰炸机之后，时隔30多年最新研发的一种战略远程轰炸机，计划于今年12月进行首飞。不过，外界注意到，美国将这种飞机的性能吹得天花乱坠，但首先该机连正式登场亮相都没有，就算研制出来，也要优先供应于美军。其次，一架 B-21的平均生产成本就在5.5亿美元左右，是小国根本想都不敢想的昂贵武器装备。澳大利亚什么时候能够获得，根本遥遥无期。1年前提出奥库斯联盟，曾被澳大利亚视为历史性机遇。不过1年过去，澳大利亚却毫无收获。有评论认为，澳大利亚视美国为最重要的军事盟友，但对于澳大利亚来说，美国向来靠不住。除了核潜遥遥无期，就奥库斯而言，他也没有说明，如果澳大利亚安全受到直接威胁时，美国是否会提供援助。前后2任总理没有就此发表过讲话，协议相关内容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布。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日前就批评称，美国对向澳大利亚这样长期忠诚的盟友特别忘恩负义。澳英退出美英澳3边安全伙伴关系，如澳县政府继续推进这一合作关系，对澳大利亚来说将是一场悲剧。美国为了让澳大利亚成为自己的很好的打手，也就是不断的在进行着武器出口方面的突破。美国实际上是对其他的这些人谁都信不过，这就使得呢澳大利亚跟着美国混，得不到什么样的好处。像这个核潜艇说是给澳大利亚去提供，但是核心的就是最核心的这个核动力装置，那是美国造好了，然后呢送到澳大利亚去安装，所以他跟着美国呢是捞不到什么先进的这种技术的，以后只会进一步的绑在美国那儿，想脱离都脱离不了。这是美国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所在，他就要把澳大利亚牢牢给锁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27日也表示，美英澳构建3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构成严重的核扩散风险，加剧地区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敦促美英澳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忠实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在近日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上，各国围绕美英澳3国核潜艇合作问题展开了空前激烈和实质性的交锋。
虽然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上，美英澳三国的图谋已经被挫败了一次，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依然试图在这次大会上强行合法化核潜艇合作。但中国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在大会上据理力争、摆事实、讲道理，彻底打掉了这三国谋求核潜艇合作合法化的相关修正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演说中极力鼓吹他在重建美国芯片产业上取得的成就，声称将大幅提升美国在全球存储芯片和生产中的份额，希望借此拉抬民主党选情。宣传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正是因为美国的芯片霸权政策，导致全球芯片产业哀鸿遍野，国际芯片巨头股价接续走低。英国媒体近日爆出，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窜台时，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曾当面直言，美国重建芯片产业的努力必定失败。而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更是破天荒地对美国强推所谓四方芯片联盟说不。来看看报道。美国芯片厂商美光科技计划在美国国内投资1000亿美元来支持芯片制造。美国总统拜登27日在出席相关活动时表示，很高兴看到自己8月份签署的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有助于美国在芯片制造领域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占上风。No, I'm not joking. It's not, as I told them, it's not about conflicts, it's about competition. And we're back in the game. We're competing again in a big way. 拜登还说，仅美光的投资就将使美国在全球存储芯片和生产中的份额提高500%。而按照美光方面的说法，该项目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厂区，预计在纽约州创造约5万个工作机会。第一阶段投资计划10年内投资200亿美元。除了通过补贴强化本国的芯片制造业，美方还不断以行政手段对中国进行美国半导体技术实施限制。本月初，美国商务部公布了针对中国的全面芯片禁令，旨在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芯片和设备，并禁止美国国籍人才帮助中国开发芯片技术。27日，美国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高级官员又对媒体表示，他预计即将与全球盟友达成协议，管制对中国的芯片设备输出。具体来说，他们可能会要求未经华盛顿批准，不得向中国出售使用即使是含有少量美国技术的非美国工具。中国大陆市场可以说呢是全球芯片产业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呢，如果说真的将中国大陆市场从全球芯片供应链当中割离出来，对于整个国际芯片产业来说都不是个好消息。毕竟呢，这么一块大的市场，通过行政手段被强行切割出去，对于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都会构成负面的重大冲击。以违反市场规则手段打压全球最大芯片市场，最终反噬的是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众多芯片制造商的利益。此次投资纽约州的美光科技上月底公布的财报就显示，在截至9月1日的第4财季里，收入同比下降约20%，净利润更是同比下降45%。美光还预计下一财季的营收约为42.5亿美元，远远不及市场的平均预期60亿美元。截至目前，美光的股价已较今年高点下跌46%，总市值累计蒸发超47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00亿元。美光 CEO 直言，各行各业客户的芯片订单都在减少。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韩国8月的芯片工厂出货量同比下降20.4%，而芯片库存同比激增超67%。本月26日，全球第2大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发布财报显示，公司3季度营业利润下降至1.66万亿韩元，同比暴跌60%。27日，三星电子发布报告称，第3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24%，营业利润同比下降31%。韩国政府担心，在美国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的补贴与税收优惠吸引下，韩国芯片制造商会外流。韩国科技部部长、芯片专家李宗浩警告，一种危机感已经笼罩了韩国的芯片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针对中国发布的禁令 ，SK 海力士和三星直接表明了态度，表示将会和相关国家的政府进行磋商，以保障在华业务顺利运营。
此外，美国政府主导的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9月底召开首次预备会议。有与会人士透露，媒体高度关注的芯片四方联盟是否要排除中国大陆或是半导体产品或技术等出口管制等议题，在这次会上都没有讨论到，显示各方都对此有高度疑虑。有分析指出，芯片四方联盟的困境显示在政治层面是日韩有点抗拒台湾地区的存在，在经贸层面则是韩国十分疑虑此联盟的排华性质，分歧不小，以致美方只能绕过该联盟自行其事。尤其对台湾地区而言，面对的是产业被掏空的恐惧。拜登政府为了推进所谓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可以说呢，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拜登政府这一系列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也好，或者其他的打压手段也好，对于美国自身的产业呢，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对于整个国际芯片产业，更是呢危害巨大。可以说呢，在拜登政府看来，如果能够为了实现对中方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围堵和打压，牺牲美国乃至美国盟友的重大经济利益，似乎呢也是值得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目前呢这个对华竞争战略实际上已经走偏走歪。对比韩国，台湾半导体业的结构与布局更完整，也更不容易被替代。但也正因此，与其想办法锻炼，不如将整个产业挖走。美国就是这样打算的。在美国集中炒作台海议题的环境下，岛内原先以为半导体行业是所谓的保台长城，但也很快感受到美国掏空的压力，原来不是长城，而是肥肉。台积电的股价创下新低，大幅度下跌，本身呢就是市场对于相关的政策行为的一种预期的反应。如果说以台积电为代表的这些台湾企业，它一方面呢它会失去中国大陆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呢又面临来自美国企业的竞争，那实际上投资者确实呢有理由感到担心，对台积电或者相关企业的投资能否获得同样预期中的收益。面对外界半导体去台化的说法，台当局主管发展事务部门负责人龚明鑫27日在台立法机构表示，可能性很低。他说，台湾芯片代工、封装测试等占全球生产占比达60%，台湾的角色难以取代。如果去台化，全世界就停止运转。台经济部门负责人王美花近日也在美智库表达了台湾留住半导体供应链的立场，甚至透过所谓台美科技贸易及投资合作架构平台反邀美企投资台湾，甚至设厂，强化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结构。TTIC 名为交流，实际上是美国商务部向台湾半导体业招商的平台。民进党当局反向操作，可见是受到来自整个行业的巨大压力。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中就透露一个细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窜台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在宴会上当面对佩洛西直言，美国重建国内芯片代工产业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张忠谋说得相当露骨，令在场贵宾有点惊讶。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在您看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组织的所谓芯片四方联盟，为什么会得不到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的积极配合？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要弄明白由美国主动挑起的这场芯片战的本质。大家知道，芯片是所有高科技武器的核心与灵魂。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拜登政府会在芯片问题上对中国越卡越紧，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痛下杀手的地步。不仅禁止向中国出售所有的中高端芯片，甚至严令拥有美国国籍的芯片技术人才禁止为中国的相关企业提供服务，因为他们是从备战备方的高度来打这场芯片战的。根据他们一厢情愿的思维，只要在芯片上卡住了中国的脖子，就可以确保美国军备对中国军备的长期领先地位，同时就可以确保美国绝对的霸权。这就是拜登政府不断地将芯片战无限升级，甚至召集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结成四方芯片联盟的原因。那么既然这一行为是完全意识形态化以及完全以安全为导向的，也就意味着它注定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与不得人心的。首先，这一行为牺牲的是四方芯片联盟内所有芯片企业的利益，因为禁止向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出售中高端芯片，也就意味着这些企业要主动放弃中国这个庞大的销售市场。
这就是最近半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芯片上市公司股价会出现暴跌的根本原因。那么其次，组织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的芯片企业将生产链搬到美国去，不仅会人为的增加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会打击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还有就是，美国的四方芯片联盟方案是以保障美国的绝对国家安全为核心的，是属于另类的美国优先战略，这就势必会增加其余三方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需求急剧萎缩，有可能出现大衰退的边缘，因此拜登政府的四方芯片联盟计划就更加难以得到另外三方的全力支持了。那对于台经济部门负责人王美花，不仅鼓动台湾的芯片企业进一步扩大在岛内的投资，甚至还邀请美国的大型芯片企业到台湾落户，您又是如何看呢？其实，美国组建四方芯片联盟的核心任务有两个，一个是联起手来拒绝向中国大陆出售中高端芯片，二是以保护芯片产业安全的名义，将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的芯片企业迁往美国。因此，我认为，虽然蔡英文当局不敢公开反对美国的四方芯片联盟计划，但是这一行为却是在以实际行动向美国的四方芯片联盟计划与芯片去台化说不。那么很显然，这也就意味着蔡英文当局终于意识到了美国的四方芯片联盟计划背后的危险，意识到了其中包藏着的祸心。首先，美国要求包括台积电在内的芯片企业前往美国投资设厂，实际上是为了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摆脱对台湾芯片代工厂地位的依赖。其次，芯片制造绝对是台湾当仁不让的经济支柱产业。假如包括台积电在内的芯片企业都迁往美国设厂了，那台湾将会面临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除此之外，更加让蔡英文当局细思极恐的是，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台湾芯片企业之所以会被号称为护台神山，是因为蔡英文当局认为，只要西方国家摆脱不了对台湾芯片的依赖，那未来一旦台海发生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介入与支持台湾的可能性就会大增。相反，一旦台湾的芯片产业搬出去了，台湾在西方国家眼中的重要性就会降低。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他们放弃台湾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认为，正是因为思考清楚了这背后的利害关系之后，民进党当局才会如梦初醒，意识到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不仅不能出现空心化与去台化，而且应该进一步做大做强，甚至是利用逆向思维，把美国的芯片企业也引进到台湾来，以让西方国家更加离不开台湾的芯片。毕竟那些所谓的共同意识形态都是虚幻的，只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关系才是实打实的。这个也就意味着，在识破美国四方芯片联盟背后包藏的祸心，也就是企图在芯片上摆脱对台湾的依赖之后，蔡英文当局决定要来一个反向操作，也就是要利用芯片来绑架西方国家，把他们拖入到台海局势的浑水当中，甚至要利用在台湾投资的美国芯片企业来做人质，来把美国跟台湾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不过我同时认为，由于蔡英文当局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将台湾在政治、经济与安全上全面跟美国捆绑在一起，全面依赖美国，他们能否抵挡住美国的四方芯片联盟计划的胁迫，我觉得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8号宣布，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于11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不仅是德国领导人3年来再次访华，也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七国集团首位访华的国家领导人。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将于11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0月21日，舒尔茨在欧盟峰会结束后曾透露，计划于下月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在接受采访时，舒尔茨表示，此次访问对他而言很重要，
他还指出，与中国的关系是欧盟峰会上的一个议题，没有国家想与中国脱钩。舒尔茨此访将是2019年11月以来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值得一提的是，一家德媒日前就以“为什么总理应该访华”为主题发文指，如果没有中国，世界政治任何问题都无法认真对待，因此舒尔茨应该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外界还注意到，就在27日，舒尔茨政府力排众议，正式批准中企中远海运持有汉堡港福地集装箱码头24.9%股份。对此，舒尔茨明确表示，德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德国方面的一些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美国的影响。本来是一个纯商业项目的，这个汉堡港投资，其实是汉堡港的一个码头的一个不占多数股权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项目呢，将它泛安全化。只要大家都摆脱地缘政治思维，要继续维护经济全球化以及来之不易的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那相信呢，这个中欧之间的这个合作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活动发表讲话时，重点就全球问题、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俄乌冲突等政治经济议题阐述了俄方态度。普京表示，西方主导的单极世界正成为过去，未来10年将是2战后最危险且最重要的10年。但俄罗斯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的敌人，俄罗斯不挑战西方，但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在普京的亲自坐镇指挥下，俄战略火箭部队刚刚结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略威慑力量演习。普京在讲话中表示，西方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正在结束，单极世界正成为过去，世界已经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未来的10年可能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最不可预测，但同时又最重要的10年。谈到与美西方的关系，普京说，俄罗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认为自己是西方的敌人。俄罗斯曾真诚地希望改善与西方和北约的关系，但结果始终事与愿违。他也强调，试图将俄罗斯从地缘政治版图上清除的做法永不会成功。俄方也不打算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人，不拒绝与美国对话，愿意解决任何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普京称不排除亲自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可能性。那普京这个表态的话，其实非常明确的一种信号是说呢，俄罗斯和美欧关系的恶化和西方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俄罗斯，因为他说呢，自己是真诚的期待跟西方关系有一个改善的，但是呢，现在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二个方面的话是，当前这个状态之下，俄罗斯跟西方关系的发展，往哪个方向走？他认为呢，应该是美国和西方在这个方面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因为他也表态认为自己是希望跟西方关系有进步的、有改善的。那么这个样呢，就可以认为呢，接下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或在评价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把球踢到西方一边。在谈及当前世界形势时，普京指出，最近几个月来，西方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煽动并升级地区局势。Войны на Украине, это провокации вокруг Тайваня,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я мирового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го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рынков. Последнее, конечно,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не специально, это здесь нет никаких сомнений, а в силу ряда системных ошибок. Вот как раз тех западных властей, о которых я уже и упоминал. А как мы сейчас видим, плюс к этому еще и уничтожение обще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азопроводов. Это вообще такая запредельная вещь, 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мы являемся свидетелями этих печальных событий. 普京还提到，西方还到处渲染所谓克里姆林宫的阴谋。Неужели мы такие всемогущие? Чего любая критика в адрес наших оппонентов, любая,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происки Кремля, рука Кремля? Ну это бред какой-то. Да чего скатились-то? Ну хоть мозгами-то пошевелите, как-то поинтереснее что-нибудь изложите. Сво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изложите как-то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о. Нельзя же все сваливать на козни Кремля. 关于近期引人关注的核武话题，普京表示，俄罗斯从来不是第一个谈论使用核武器的一方，俄方只是在以暗示的方式回应西方领导人的言论，而西方是在故意敲诈俄。他还表示，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打击乌克兰没有任何军事或政治意义，但他强调，只要核武器存在，就始终存在使用的危险。
普京并且指责乌克兰正在制造脏弹，以便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并为此嫁祸俄罗斯。是不是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啊，在现在这个阶段，在讨论俄乌冲突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的话题，也是国际社会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那到目前为止的话，从俄罗斯正式的官方表态上是没有一个正式的说要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呢，这次普京的表态其实还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态势和延续了这样一个政策。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表态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个呢，对从俄罗斯和美西的博弈方面来看的话，也是博弈的一种手段。关于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俄方仍然准备与乌克兰方面进行谈判，但是乌方决定不继续谈判。他敦促美方应向乌方发出一个讯号，即问题必须被和平解决。普京还声称，如果美国商业卫星在俄乌冲突中帮助乌克兰，俄罗斯将把这些卫星作为打击目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当天就回应称，对于美国基础设施的攻击，美国将以适当方式予以适当回应。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是由普京在2004年亲自发起成立，并每年参与的国际论坛。俱乐部就最紧迫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解决重要现实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案。普京通常会在年会最后一天发表讲话，其讲话往往被各界视为预测未来一段时期俄内政外交走向的重要依据。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后霸权时代的世界，每个人的公正与安全，并发表题为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的年度报告。共有来自41个国家的111名专家、政治家、外交官和经济学家参会，包括中国、印度、德国等。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普京发表讲话的前一天，俄战略火箭部队刚刚结束了战略威慑力量演习，包括战略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据克里姆林宫介绍，在普京的指挥下，俄军陆、海、空战略威慑力量都参与了演习，所有导弹均命中指定目标，训练任务全部完成。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6日发布的画面显示，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控制室的大屏幕前观摩演习，并听取防长绍伊古的汇报。俄军水面舰艇、核潜艇、远程战机等装备参加演习。绍伊古报告称，按照俄联邦武装部队的训练计划，此次演习旨在演练通过大规模核打击来回应俄罗斯遭受的敌方攻击。演习中，俄军分别从北部的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和巴伦支海水域发射了亚尔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以及西涅瓦潜射弹道导弹，目标则是位于勘察加半岛的库拉试验场。此外，图95战略轰炸机向演习目标发射了数枚巡航导弹，以上武器均可携带核弹头。俄军进行核演习的传统由来已久，自2018年以来，俄罗斯每年都会举行代号雷霆的陆海空三位一体核力量演习，以训练核力量，展示战备状态。普京曾多次视察演习中弹道导弹的发射情况。今年2月19日，俄罗斯曾举行战略威慑力量演习，克里姆林宫发布了普京在控制室按下核按钮的镜头。有分析指，这次刚刚结束的演习由普京亲自坐镇指挥，也非常有可能检验了从打开核密码箱到舰艇、核战机等核载具成员执行的一整套核打击行动的整体联动。据悉，就在俄罗斯举行核力量演习之际，北约的坚定正午年度核演习也正在进行中。此次演习从本月中旬持续到月底，涉及14国约60架飞机，包括美国 B-52战略轰炸机和能携带核武器的战机，但不涉及任何实弹。尽管北约称演习旨在确保北约核威慑能力的安全和有效，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毫无疑问，北约不顾俄方警告执意演习，两场演习重叠，地区对峙之势升级。另外，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强调，俄罗斯是中国为亲密的朋友，可以研究中国发展历程中的积极案例并付诸实践。他还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破坏对华关系是错误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对于普京的这两个表态表示高度赞赏，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进各领域合作。普京说，近几十年来，俄中关系在开放、互信和发展效率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俄中在所有领域进行合作。普京赞赏中国近年来取得的诸多成就。他表示，中国发展历程中的积极势力可以成为俄罗斯学习和借鉴的目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8日对此回应称，高度赞赏普京总统的积极表态。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俄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作为彼此最大邻国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关系始终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基础上，目的是促进两国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进各领域合作，相互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振兴，始终坚持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中俄贡献。普京在27日还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破坏对华关系是错误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实录，普京表示，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美国官员窜访台湾是一种挑衅。对此，中方也表示高度赞赏。我们高度赞赏普京总统的表态。我要想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俄罗斯媒体多次就普京的演讲提问。普京在演讲中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且积极评价了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诸多的发展成就。汪文斌都是以高度赞赏进行回应。普京在讲话中还强调，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中贸易额高速增长，而且这一势头在俄遭遇制裁、将贸易重点转向亚洲前就已经出现。相信俄中两国贸易额可以达到既定目标，双方朝着这一目标推进的速度甚至比预想的更快。中国海关总署本月24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32.5%，达到1360.89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俄出口522.44亿美元，增长10.3%；中国自俄进口838.45亿美元，增长51.6%。俄罗斯专家周刊报道，步入秋季的中俄贸易开局即创纪录。9月，中国从俄罗斯购买的液化天然气和炼焦煤数量达到新高。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阿列克谢·达赫诺夫斯基日前表示，中俄今年的双边贸易额或达1850到1900亿美元。在供应链断裂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俄罗斯贸易伙伴的作用正在增加。中俄经贸关系呢，在从2018年突破这个1000亿美元大关以后呢，一直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无论是在数量上还在质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在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原来说的是在2024年能够使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这个大关，那么我们想可能能够提前实现这个贸易额的指标。普京在中共20大后第一时间向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7日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表示，这体现了中俄之间高水平的互信和坚定的相互支持。中方也将坚定支持俄方在普京总统领导下，团结带领俄罗斯人民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实现发展战略目标，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确立俄罗斯大国地位。中俄实现各自发展振兴是两国的正当权利，完全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任何阻挡中俄前进步伐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中方愿同俄方深化各层级交往，推动中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动荡不定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拉夫罗夫热烈祝贺中共20大取得圆满成功，祝贺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当选，表示20大是世界级的大事，必将指引中国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目标。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各层次接触，深化多边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那外界也注意到，昨天呢，王毅与拉夫罗夫举行了通话。中方所发布的消息稿在最后是写道，双方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意见。汪文斌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则是透露了更多的细节，其中包括俄方表示愿意展开对话，双方还讨论了不允许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而中俄军事交流合作也持续深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在27日举行的国防部10月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近日进行通话，就双方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9月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还介绍，今年以来，中俄组织开展第4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国军队赴俄参加东方2022演习，承办并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2。下一步，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两军战略沟通，继续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关系不断充实新的战略内涵，为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积极贡献力量。中俄军事合作呢，它还是建立在两国关系的不断的加强，两国互信呢不断的增进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下一步的军事合作，我想首先要就是巩固好当前的军事合作的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联合军演，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中俄之间在这个军事技术上的一个合作。我想未来这一点上呢，能够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全产业链的这种合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论坛发表长篇演讲，特别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破坏对华关系是错误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瓦尔代论坛呢，是普京本人发起创办，他也高度重视这个论坛，将它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发声平台。昨天啊，是论坛的这个重头戏，普京到场发表长篇讲话，而且呢，讲话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也对一系列国际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包括俄乌谈判、核威慑的应对、大国博弈等等，都做出了回应，谈得很开也很深。普京啊，甚至还援引了近半个世纪之前有俄罗斯良心之称的已故学者索尔仁尼琴在1978年那篇著名的哈佛演说中的一个提法。那就是西方在面对俄罗斯乃至其他地区的所谓自大盲 a blindness of superiority， 因为优越感导致的无视与盲目。所以啊，美国知名国际事务观察家大卫·伊格纳修斯今天呢，也在《华盛顿邮报》的最新专栏中呼吁，普京要求西方聆听，美国必须与其展开对话。在俄乌冲突进入到第9个月，而且呢，至今没有任何平息迹象的背景之下，普京瓦尔代论坛闭幕演说的信号意义无疑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自然更加关注普京演说的这些个涉华的表态，特别呢是在关乎中国最核心、最敏感也是最重要国家利益的台湾问题上，普京啊重申了俄方的一贯立场。事实上呢，此前呢，普京就曾经在俄远东地区举办的东方论坛上就明确指责佩洛西顶风登台，纯属对华挑衅。中共20大报告对涉台议题作出全面的部署，对外部干涉与台独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坚决亮剑，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那么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的内容也写进了修订通过的新党章，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党的行动纲领。此时，俄罗斯总统再就涉台议题发声，无疑啊是对中方的有力的支持与呼应。我们也看到，普京对俄中关系无疑是高度重视的。具体到这一次论坛的细节，他在演说中对中俄关系有相当篇幅的论述。那么在回应中国学者王文的提问时啊，他也特别肯定两国的开放、互信和效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中俄关系前景做出相当乐观的前瞻。我认为这正是中俄大国关系持续高位运行的体现，也是中俄元首高度互信、持续为双边关系注入动力的结果。正如王毅在与俄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所着力强调的，中俄实现各自发展振兴是两国的正当权利，完全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任何阻挡中俄前进步伐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
普京在演说中强调，俄方无意在乌克兰战场动用核武，但美国总统拜登在电视采访中公开质疑。那您对美俄元首这场隔空嘴仗如何看？我认为普京在这一场演说中放低了姿态，也展现了身段，信号意义是十分强烈的。比如他谈到美国应该施压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他也强调愿意和西方进行平等条件下的对话，一个目标一致的团结的世界才能够真正应对共同的挑战。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北约刚刚各自进行了核威慑力量的大规模演习，而且呢，五角大楼还确认收到了俄方的预通报。那么同样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普京偶尔在演说喊话之际，五角大楼也刚刚发布了包括核威慑态势评估在内的国防战略文件。普京的最新的涉核表态无疑是值得美方关注，而且是应该予以重视的。我认为这也正是伊格纳修斯最新专栏强调美方应该倾听乃至以外交行动回应普京喊话的原因所在。注意，普京也说了，他在考虑是不是出席下月中在印尼举行的 G20 峰会。那么拜登之前不也声称说不排除在峰会期间见普京的可能性吗？但是对普京的最新喊话，拜登听了吗？至少在核问题上，美国总统没有听。他昨天在接受 News Nation 电视台访问时的质疑的这个普京的原话是这样的 ：If he has no intention, why does he keeps talking about it? Why is he talking about the ability to use a tactical nuclear weapon? 如果真的不想用，为什么普京总在拿俄罗斯的核武战力在说事呢？拜登指责俄罗斯总统如此行事很危险。在我看来，这就是普京援引索尔仁尼琴对西方自大忙批评的用意所在。这不就是拜登本人的自大忙吗？在俄罗斯与北约都刚刚进行了核威慑力量大规模演习的背景之下，如果普京演说不就此做表态，是不是美方的反弹会更大呢？如果谈及核威慑就意味着要动用核武，那美国的核态势报告不也是刚刚发布，并且毫不掩饰地把矛头指向中俄两国？那么美国总统对此又怎么解释呢？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